嗨，大家好，今天我们要采访少林师傅啊，我跟他约好了，我现在在这个露营地这里，准备过去找他们。第一次见卢师傅是在波登湖协会的年会上，他带着孩子们一起练功夫。卢师傅教得很认真，孩子们也学得很认真。出拳、踢腿，一招一式都练得有模有样。这位是卢师傅的徒弟，那天我们也聊了几句。你也住在这边的是吧？对，我在住在那斯图加特那。苏加特也不远。不远。因为我在斯图加特和双岛两个地方有学校办。还有功夫学校的。有2个。都是你是在那边主持是吧？对。我们没有，我们考级的话就等于是自己的，就是考试一年考2次。对，然后就等于是给家长一个交代吧。就这样。我们以前有参加，不是说德国办的了，他有参加，每年大概是在斯图，好像是吧？每年都会有。是那个就是咏春拳。咏春拳，我就跟您说过嘛。那你学咏春的？中国人要学少林功夫，对不对？那可不是嘛。对对对。少林功夫比较全面。对对啊。那像少林功夫在实际的生活当中，跟比如说你遇到歹徒会很有关系，因为我就感觉就是有些拳并不是特别实用，就是只是强身健体。那肯定能打的，你少林寺出来他都能打。他可能有能打的一部分。对呀，你看一般来说像我们练的话，那都是正儿八经的，知道吧？那就像你如果说你打咏春的话，他不一定也能打。但是你说你少林寺出来的，你说他不能打的话，那国内的那各个部门的那人才都哪里来的？都是从少林寺出来的。他那个训练肯定有一部分要实战训练。对呀，都是实战嘛。他到一定的程度，他就转为实战训练。对，一开始的话，他学基本的。像压腿啊、踢腿啊、打拳、中拳、练拳，然后再是。但在少林寺里边，它也有内部的，就是说你谁打得好，谁打得不好，也是通过比赛决出来的嘛，就还是有一定竞技。寺院吧？寺院里边它有寺院没有吗？寺院不会，因为寺院的人的话，都是说到一个程度以后，都集中在一个师傅在那里。一个师傅的，对吧？就有指定的师傅，他会教你指定的东西。对。但是他师傅对徒弟有什么要求呢？就是说有什么要定一个目标？我要达到什么程度？达到一个程度还是？达到程度的话，那只要能练能打的。那如果实战开始的话，像我们以前练的话，实战开始的话，每天都是实战打的。或者是他每天实战打，然后每年有一个比赛什么之类的，就是比赛没有，没有，就是修行还是修炼为主，对吧？也不是修炼为主。其实学武术那就是防身健体。主要是。对啊，为了以后你说万一你说你走出去了，你从少林寺走出去了，你总得有个地方落脚的地方吧？那以前培养出来都是这样的。都是为了有一个好的未来吧。这次我找到他们的时候，卢师傅正带着夏令营的学员们舞枪弄棍，学员们也都学得非常认真。这个小姑娘休息的时候还努力认真的练习。夏令营的课程结束以后，我们就开始了采访。采访时间有限，所以我准备的问题也都没有问完。那些刚接触皮毛的，他可能想了解中国武术，
他只知道在电影上看到，他想学，比如说在德国也好，那有什么样的地方可以学的？可以找什么样的人学？那就少林寺出来了嘛，这里很多，在德国很多现在。很多，但是他有可能是气功啊，也有可能是武术。有每个人的爱好，是不是？就少林功夫的区别，跟一般的，就是说运动的区别在于，就是说，像我们是就禅武合一的，禅就是修身的，修己的，就是说练功夫就并不是说，打的，或者说比啊打比武，并不是。我们是修身的，懂我的意思吧？就是修行和修身和修心都是一起的。对，就修要身悟道修己嘛。对，领悟。这就是说少林功夫的区别。这就是少林功夫跟其他的武术跟其他的东西所有的区别。这就区别。那在德国，那刚刚那个问题，在德国办这种功夫学校也好，还是办功夫课程，跟你在国内办有什么区别呢？那国内肯定比国外要好办。要好办，指哪些方面比较好办呢？第一个主要就是说，国内的话，就是说，那本身大家对就是说少林功夫都比较熟知吧。再加上就是说，国内的人也比较爱学，勤奋一些啊。对，然后再加上就是说，知名度也大，人也多，自然而然就各个方面就好多了。像这边的话，你自己什么都得，你要看哪个城市，有些城市的话，你还得要注意一点，因为我们是，像我们是佛的嘛，信佛的嘛，不能跟人家有这种就是信仰上面的冲突吧，对吧？对，有些方面就必须得注意。还是要跟他们的主流社会相关的啊。对。那学生呢？中国学生和德国学生有什么不同？学武术的时候，你觉得教他们有什么些难度或者不一样的地方？国内的人学东西的话，那肯定是比国外的人学的要快。是不是？因为本身我们自己就是说出生自己就是传统文化嘛。对，耳濡目染了。对，就已经就是说已经在融入在自己血液里面。对。像国外的话，你像学生的话，他就是你刚才也看到了，就是学生就是学的比较慢。领悟的能力慢一些，比较慢一点。然后这样自然而然就是说时间就长了。那是。对，然后人家就是说，人家是阶段性的。他不像我们国内人说，你学一样东西一学就一生了。对吧？他们老外的想法就是说，现在喜欢了他就学了。就是不喜欢了他就不学了，他就换了。坚持的时间比较短，不讲究这么多呢，不想那么多。他们想的就享受，就是现在想了喜欢了，他就拼命的就学这个。就是过2年他不想学了，他就不学。他就像我不能坚持。有的学生练得很好了，在我的眼里已经练得很好了，跟了我10几年了。他忽然间就说要上班了，要换工作了，来不及了，就放弃了。那很可惜。那是。是的。但是中国人的话就不会了。就是你们那个时候学，就是直接在少林寺里面。对呀。去的人很多嘛，送过去。我那去的时候也算早的。也不是很早吧，反正也算早。94年去的，94年9岁。9岁的时候去的少林寺。对。94年去的时候，那时候河南很穷嘛，那时候我去的时候还很穷，特别穷。第一印象就是特别穷，特别艰苦，那里人就比较苦吧。那时候河南是最苦的嘛。对，那个时候还是很穷的。那最穷的嘛，河南。那一片都是比较穷的。对呀。对。安徽、河南那一片，河南最穷。河南、安徽还可以。河南比那时候因为河南人口最多嘛，河南比那个安徽还要穷。
是那个，那么那一片都很你知道河南人认识，吃什都很久。么那时候？河南人他是葱夹馍，哦，你知道吗？就是馍，他们那个馍呢，印的馒头，嗯印的馒头，人家刀一切，人家就一根葱，一根大葱，就那样吃了。54年、90几年那时候，那还能有一点点菜啊，江苏像在我还不一样，老家的话，我们都天天都是吃肉、吃鱼、吃肉的，在我家里的话。在你家里比较好对的啊条件比较好的，那你去吃苦能已经应该很好。那你没办法嘛，你入乡随俗嘛，那你那在那里人家你不吃那不挨饿嘛？那时候都那时候就是方便面带着，嗯，对吧？就泡着方便面吃馍嘛，就这样。那一天练多长时间呢？不觉得一天的话，早上4点50分起床，5点出操，就练一整天？一整天嘛，到晚上8点。哦，那时候觉得苦吗？累那肯吗？定苦，那这个东西，但是一直坚持到很长时间吧。那是，哎呀，那时候小嘛，没办法，那都是你不练，你不得挨揍啊？不练师傅真的要打的啊，那肯定那不是嘛，那不是开玩笑的，你打坐的时候冲瞌睡，师傅也打的，那不是说打的问题，那是，惩罚是吧？所以说，跪着。哎呀，这就是我们传统的文化的问题，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身在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嗯是不是？是的，从小是的，你吃得起苦，以后你肯定有成就。对对像现在的小孩，他都吃不起苦，嗯他懂什么呀？对，不敢送过来我。你什么都不懂，他就知道花钱，是，是不是啊？不一样了，他就知道时代不一样。借钱、花钱、骗钱，总想把父母的钱都榨出来、榨干，对，是不是啊？还是我们比较传名牌以前我们比较单纯一些。你现在国内的不一样年轻人，你想想国内的年轻人，为什么国内现在我们中国的文化，流失的那么厉害？嗯，你看国内人，我回去国内的人，年轻的人都是名牌，对对，你想想哪里来的钱啊？是不是啊？你家里条件好的话，你不可能那么多人都好的吧？所以说是很多都是借着钱，就是说消费。费，对啊观念不一样。对啊，现在国内就这个不好。是，但是在德国这边呢，可能，比如说是我们小孩送来学武术，我们对他是没有什么要求的，只是也是当兴趣爱好来做的。你这边收的小朋友多吗？小朋友就不多了我在我那里多，我那里有40几个小孩。啊，在司徒那边有对40多个小孩，对，学的人那还是比较多的呀，40多个小朋友已经很好了呀。因为主要是文化嘛，因为他们德国人对我们中国的就是说，这个文化看得比较重嘛。嗯，对，都是德国小朋友啊，有中国混血家庭的吗？或者中国小朋友多吗？少，很少中国的小孩，我就一个中国的小孩。啊。而且中国的小孩，我跟你说，说实话，中国小孩，中国人太宠，啊对吧？舍不得他们吃苦了，现在都不是舍不得，他是宠的不行，教育不行。价值观不一，价值观不一样。价值观不一样对。你看德国的小孩子，实际上就是那家庭初中的小孩子体质训练，从一开始就是初中的。我们中国的小孩子实际上就是，呀，弹钢琴去了，就是比较注重的就是形式上的学霸呀，学霸嘛，他就不注重学习还是比较体育锻炼啊。对，实际上把体育全方面。不注重体育锻炼，把体育锻炼当做是什么？当做不务正业。他认为身体是好像就是就国外的自动就来了。国外的父母就是说，想的比较周到，比较健全。他们就是说各方面都要发展。对，你像他们要学习，要补蹈，然后就是也要运动，对，对吧？那这些小朋友都能坚持下来吗？能坚持吗？国外的人就是说德国人就是这个比较好，就是说他们其实比我们国内人还要能吃苦。他们要喜欢的话，你看着我的学生，他要喜欢的话，他就再远他也会来。他还不住在司徒的当地，还很远的，都是各个地有的学方。生他都跑40-50公里路，跑50-60公里路来训练。你看练2个小时，回去都要一个多小时，来回都要3个小时了。那是很长时间的。对呀，这就说明什么？这人家这就说明看得比较重啊。对，真心喜欢。对呀。嗯。你像国内人啊，他肯定不会。
是的，是的。那他也是参加完了以后拿证书吗？还是参加比赛吗？在这里有比赛吗我们？这里有交流，有交流没有比赛。就是对切磋，就还是以修身养性为主。就跟我们师兄弟们开的学校就切磋嘛。就像我这次去奥地利也是因为这个。你明天要去奥地利对吧？我刚回来。刚刚回来，对你上一次去的奥地对利，，我上个星期去的。也就是所有的在德国的都去，或者在欧洲的也不是就是我们几个认识的嘛，几个认识的，自己都有学校嘛。然后明年我们开始就自己就组织一块学生跟学生一块比赛啊。那也很好，就这样一块锻炼啊，交流一下。对，交流一下。那其实前景提高一下积极性嘛。前景对，前景还比较好的。你和中文学您对我们这个博东湖的中文学校还有协会有什么印象吗？有什么印象？有什么期待感觉？我们也比较注重中国文化，我们觉得中国文化在这里的传播其实是很重要的。对嘛，大家都中国人嘛。对。你有些中国人在国外待了久了，好像变觉得自己不是中国人了。那别人搞不懂了。我觉得在这边去宣传这个少林功夫特别好。那就发扬就中国文化嘛，我们就发扬中国文化。我昨天还在想一个问题想一个问题，因为是啥？你正儿八经的这种缺乏的，实际上就是正儿八经的少林寺来。对呀，这里没有嘛。所以说很少，极少。为什么没有？对不起，不像在柏林的那个少林寺没有吗？柏林有。你的那个感觉就不一样啊，从小学的就完全不一样，那个气还有从。主要我是自己天天练的。对，而且练的也多。现在很多像我们很多一块出来的，有些他们都不练所以说这就区别了，因为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的，因为我这个人，你看我虽然年纪比较小吧，但是我如果说要做的话，我得让人家服你的吧。对，你不能说你看教学生你自己都不会，你怎么教？对，你要做就做自己的。是，还是发展你自己的，你有自己的网页，自己的学校。对啊，我有自己网页，自己像我们要在我们当地的话，人家都知道我，那就可以了，是不是？对，那学校发展的也很快的。你学校多长时间了？功夫学校？都15年了。15年了。我来德国15年了。就是一来就开了功夫学校呀？对，一来就开。还没来之前就开了。比较有远见，还没来之前就已经开了。对呀，先开学校，然后再发工作邀请。然后那时候早嘛，我出来也算早的。你是？那谁给你帮忙干建学校？是德国人吗？德国人办的。没有找中介？没有。我是在酒店里面认识的。酒店里面认识，然后他们自己也喜欢嘛，然后他们说让我过来，估计他们看中我人品的吧。他比较相信，就认识了1个星期。那是喜欢功夫的，他真的对，是非常喜欢。那你来的时候是哪一年呢？07年。07年那时候很早，那你那个时候也很年轻，很小的时候是不是？21岁。21岁。那个时候你会德语吗？来的时候，你现在德语讲那么好？会一点点。那时候已经会一点点了。对，那时候来之前我做了准备嘛，我在那个我们杭州有一个同济大学的那个语言培训中心。杭州同济，对，有语言班的，有专门学德语的。然后学了多久？学了6个月。学了6个月。然后跟着我那个老师，然后每个星期吧，就1天的私人课上了。私教。对，私教上的辅导。对。那所以是进步比较快的。6个月，我觉得德语学不好啊。然后6个月的话，然后那时候我6个月学了6个月以后，我都简单的会对话可以那你刚来的时候习惯吗？这里吃饭什么的饮食？习惯嘛，我在国外待的时间长了。就在出来之前，我就在国外已经待了2年。也是在德国吗？没有在德国，我在那个突尼斯、奥地利。也在这边。对。吃肉吗？你平时？我吃嘛。吃，但是猪肉不吃吧？吃少，吃的比较少。那是不是在美国那边你们去的？当时我记得你说去的人比较多，在德国、欧洲这边去的人比较少一点。马上。我主要运气不好的。为啥？因为3年前学校被烧了嘛。你3年前你在司徒的学校被烧了？对，双斗，在双斗学校被烧。你买那保险了没有？
没有嘛？那时候学校买什么保险呀？学校要买保险的，我们协会都买的呀。那时候不懂嘛。那时候我问学生，一定要我问学生是开店的，开那个自行车店的。他说，我要是买保险不合算。他说，然后学校里又不是东西很多，他说，哎呀，那你协会都买保险了，而且是我们然后那时候怎么办？那时候什么不好吧？那时候就说，刚开始做亚马逊的。哦。然后我从国内买了2000双鞋，然后自己的鞋嘛，买了这种正鞋。那时候买了2000双鞋，然后买了几百套衣服。这一家好，还没过4个月嘞，才刚到4个月。什么原因呢？全部说为什么原因起火的？我下面那个是土耳其人啊，我的那个下面，然后从下面火找上来。那他应该赔偿啊。对呀。人家找不到起火原因。哦。我在德国就不能有事情，有事情以后真的就很麻烦，这是很麻烦的。我真的是觉得一定要买，你找律师了都不行，还花了很多钱嘞。对呀，钱都没拿到，律师费都很多。对呀，就是这样。律师费花了10几万都没拿到。打赢了没有？没打赢。怎么打赢啊？他说没贼。没有证据，没有证据。没贼，但是因为你们的原因上来的呀，那你也得赔啊，肯定有讹诈和，要不怎么？难道是跟？对呀，那你得把他找到，你没有找不到他就是不行。在国外就要找证据。我们上次也是打官司都打赢了，人家破产了也没还给我们。那你那个后来那是多长时间的事？哪一年的事啊？ 3年前。现在然后又重建了。那又换地方了。哦。这就是说学校里东西全部就没了的嘛，就全部就烧掉了。你现在买保险了吧？现在那肯定有了。现在你是哪些地方买了也没用，那买了就有用的。你要出事了肯定有用。不怕一万就怕万。对，就怕万一。我们协会自从一建协会我就买保险了，一直到现在。我们包括的那个就是我们保险是包括的就是如果人员有什么事儿了啊，我们还有10万欧元的补助呢。会员出事的话也有事。会员我们举办活动的时候，反正就是有什么人员是出了什么，我们还有10万欧元的。对你有学生肯定还是要。比如说我们举办活动把人家房子给烧了啊，把人房子给烧了，然后那个保险公司。对啊。对，那这个Haftversicherung都有的呀。你说的是Inventarsversicherung，他那是属于公司破产的，这是2回事啊，2个保险是一回事啊。像我的那种情况的话，如果我有 Inventarsversicherung的话就可以，就有赔偿；如果没有 Inventarsversicherung 就。原则上是像你那个的话，原则上保险公司应该出的，可能就是那个也许。但他没有保啊。没有保险，但是他找律师了呀，还花了这么多律师费。不是律师说了，你都没用。律师说的，你这个找不到证据没有用的。对，没办法。人家都说了，律师就说了，就找不到贼嘛。就不行。走吧。好，下一次再约，谢谢。我们下次再见再约哈，拜拜。一路平安。这是卢师傅3年前拍摄的真川玻璃的视频，希望明年能有机会现场看他表演。感谢您的观看，别忘了1键3连。